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小学的时候都要学这首歌呢。其实真笨呢，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叫青春呢？青春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怎么还会飞去呢？后来晓得啊，青春原来是一只小鸟。不是这个意思吗？啊，青春不是小鸟啊，那青春是什么？你说啊，青春到底是什么？张姐，您知道周深吗？我当然知道周深啊。周深就是一个老天爷赏饭吃，虽然让他的声线没有变，可是他却有天籁般的歌声的一个歌手。哎，可是他会知道我是谁吗？张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传奇中的人物，然后感觉是一个很遥远。周深作为我们这第一期的嘉宾，也是一个90后的年轻歌手。您第一次见他，会害怕跟年轻人聊天吗？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很怕我们两个讲话呢，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甚至不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以前曾经跟很年轻的金城武聊过天，我都觉得我是在跟外星人聊天，他也觉得他在跟外星人聊天。今天这个完全就是全部都是未知的问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天，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所以现在说外边很快又很尴尬。怎么办？怎么办？张姐，你再不来，我就更尴尬了。我最担心，其实因为我昨天刚到重庆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感冒，啊，就很难受，我就担心的不得了。啊，还好，今天一切正常。我还感冒了，没有办法一展歌喉。觉得您和他会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吗？我年轻过，可是他没有老过，这是最大的不一样。念念青春有一场周深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成长故事的念诵会。当每个人有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自己都会做一些整理，然后在整理之后，它变成文字的时候，是他一种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写的时候一定是有另外一种心情去重新再描述他们当初的一个感情。那现在在念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在他们脑海里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美丽的画面，或者是很痛苦的画面。不知道周深他曾经写下什么？好期待哦！好尴尬呀，我紧张的要死。啊，我看见了，我看见张姐了。张姐好，我叫周深。好，你好。你看我们两个好像很有默契，对，穿衣服色系完全对，一样。然后今天刚好是母亲节，祝您节日快乐。谢谢你。我们上去。OK， 你现在带我去哪里？去人家聊天的地方。哦。哎，等一下，我刚看到一本书，对你来讲好像很重要哎。啊，小王子是不是？对，我演唱会有个造型就是小王子的造型，是不是？我记得。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就特别像是小王子去到其他星球一样，去见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人。很希望能够像这本童话文学一样，就永远就有这样一个童真的一面吧。而且他一直在寻找，对，一直在寻找自己。那你的玫瑰花呢？我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扎心了。你先坐，你啊，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啊。对。哦，这就是书店。对，那我们先坐吧。好，我们先坐。哎，好尴尬。我以为你要带我去一个比较秘密的空间。比较秘密的空间是这里。对，这是个唱歌的地方。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制作单位常常就要我们，坐下来访问啊，什么东西的。我就觉得，访问其实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我也这样觉得，你也这样觉得是不是？主要他们问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然后他们就说，让我猜想一下跟张姐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见面比较不尴尬。然后我就想，哎。
张姐也是歌手，我也是歌手，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唱歌的环境，然后结果他们就搬了一个移动的小 KTV 过来，我会发现把这个气氛弄得更尴尬了。没关系，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尴尬。好尴尬。好，好。因为我觉得去 KTV 我感觉有一种加班的感觉。我有一次呢，被人家在 KTV 唱了5次《爱的代价》，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去唱 K。你不会被人家这样要求吗？我会，就让我一直唱大鱼。那现在不能讲，我们就只好出去讲。对，我们就出去吧。好，我们聊天。没想到吧？果然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东西。你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我平常不紧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话比较多一点吧。那我现在话已经很多了，对不对？对，我差不多已经好很多了。是吗？因为我以为您是一个会非常严肃的一个老师。哦，是吗？对，因为张姐您对我来说是一个传说中、传奇中的人物，所以我会很害怕，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宅，然后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爱好的一个人，我可能就只喜欢唱歌，和偶尔就在家宅在家里看一些动画或者看电影。啊，你喜欢动画？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做那个卡通人物的声音。对对对，我觉得那是好玩的。我也是很喜欢听声音的变化。哦，对，那我想问一下张姐，就是您听过杀猪音吗？就杀猪的声音？没有。那我就模仿一个杀猪的声音给您听。好。就是是不是这种声音？我没想到您居然会模仿杀猪的声音。啊，你和我心中想的女神的样子不一样哎，就是会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吗？我以为会是这样的。哇，你喜爱你的事业，必然会在那个里面找到乐趣。对，你现在经历过这么多的表演啊，还有经历过这么多事儿，应该没什么好恐惧的了啊。不会，我还是很恐惧。但我知道张姐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什么都不害怕的一个人，对不对？才怪哦，是吗？你觉得哪一个表演者会不会呢？你以为李宗盛或者是奶茶他们走出来之前都会紧张吗？那个心跳不会加速吗？都会啊，我以为只有我会。当然了。哦。所以那个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了。对。我一直在看你的牙齿。啊？为什么？因为你曾经训练过牙医。对，因为我之前第一个大学专业是牙医。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牙齿？老师，我就读了大一，我还没有到专业课。不行，大一你一定也知道一点吧？用牙线。老师放过我吧，我真的读过牙医，我真的只是忘记了，我也用不上来。没有，不过你专心的地方不在那儿嘛。